在好莱坞电影中，意大利美人常常被视作欲望的化身，上帝眷顾的尤物。一个美国人在意大利的艳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之类的电影情节配置屡见不鲜。电影《教父》中，麦克科里昂的随从就曾对他说，在西西里，女人比枪更危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在2000年风靡全球。乱世佳人玛丽莲·梦露是多少男孩的启蒙老师？因为过分性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男人都垂涎她的身体；因为过分美丽，所有女人都妒忌她的存在。于是，男人想拥有她，女人则用言语妄图毁灭她。由此也可见人们对意大利美女的痴迷。枪可以夺走你的生命，而意大利女人可以夺走你的灵魂。但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很少听说过有中国小伙迎娶意大利美女的故事？除了地域原因，更多的是他们身上有一个令所有中国男人心碎的生理缺陷。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意大利全称意大利共和国，主要由南欧的亚平宁半岛及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岛屿西西里岛与萨丁岛所组成，国土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6000万左右。北方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与法国、瑞士、奥地利以及斯洛文尼亚接壤，领土还包围着两个危险国家圣马力诺与梵蒂冈。意大利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4大经济体之一。意大利女人的天性浪漫多情，很多模特大赛都有她们的身影。毕竟是欧洲人，高挑的身材再加上奔放的性格，让你无时无刻不想融化在她那温热的胸怀里。意大利美女非常需要爱情，没有爱情的滋润，似乎她们的灵魂都是空虚的。因此，意大利美女非常多情，感情很难专一。一般来说，只有结婚后才能稳定他们内心深处的冲动。意大利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民族，他们不喜欢拐弯抹角，喜欢有话直说，而不是非常委婉的让别人去猜测。爱时尚，爱打扮，好像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世界上许多奢侈品都是来自于意大利，像范思哲、古驰、阿玛尼、普拉达等。意大利如果没有女人的消费，也不足以支持这些品牌的发展。意大利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他们传统观念比较强，注重礼节，热情好客。婚前不管有多放得开，结了婚之后都会愿意为家庭付出，以家族为傲，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看到这儿的老司机可能要问了，猫爷，你这说的都是他们的优点啊，生理缺陷到底是啥呢？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猫爷从头到尾都没有聊过他们皮肤的问题。是的，没错，意大利美女虽然很漂亮，但是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西方国家的男女生长发育的速度快，体内的雄性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全身上下的体毛都非常的旺盛，四肢上甚至是小腿上都长了浓密旺盛的体毛，而且速度比中国男人还要快。很多中国男人忍受不了这个缺点，因为体毛旺盛就意味着也会有体臭。先不说体臭的问题，各位老司机试想一下，哪个男人能接受美女的大白腿上穿着一层厚厚的毛裤呢？所以对于意大利姑娘来说，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定期脱毛成了每个人的必须项之一。认识了意大利美女的特点，接下来猫爷再聊聊各位老司机感兴趣的意大利风俗。相比于德国、瑞士等国对风俗行业的开放态度，意大利在这方面显得要谨慎一些。作为天主教国家，意大利是稀有少数没有合法风俗场所的国家之一。意大利法律规定，严禁任何团体和个人经营风俗场所，同时严厉禁止第三方拉客的行为。女性工作者只能以个人经营的形式工作，同时他们还需要进行登记注册，定期进行身体检查。现代的意大利风俗女虽然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但是在中世纪，他们却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当时意大利的风俗行业非常兴盛，特殊场所遍布意大利各个城市，顾客络绎不绝。在著名的威尼斯公国，风俗女拥有着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上层贵族的欢迎。
那个时代流传了很多风俗女与富家公子之间的风流韵事，为人所津津乐道。1861年，意大利完成了统一，开始对风俗行业进行规范管理。当时的具体做法是引入法国拿破仑时期的风俗行业管理制度，就是登记注册、定期进行体检等。不过，个体风俗女必须在封闭的房屋工作，不能在街头揽客，风俗场所受到的管控最为严格，不允许建在学校、礼拜场所附近，禁止出售食品和饮料。这种严格的监督模式在当时受到了风俗行业的普遍抵制。为了废除这一制度，争取女性权益的团队做了很多努力。不过，直到1958年，意大利才针对风俗行业进行了一项重大调整，禁止了经营风俗场所和第三方拉客的行为。女性工作者拥有着较为宽松的工作条件，可以在街头揽客，也可以在独立的房间工作。这一措施被认为给了相关女性更多的权益，减少了她们对第三方拉客行为，也就是皮条客的依赖。后来，意大利准备推出对风俗女的健康检查措施，结果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不过，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风俗行业面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意大利经历了4次较大的移民浪潮，来自东欧、西非和前苏联国家的很多移民涌入意大利。这些移民中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妇女进入了风俗行业。当时街头揽客的行为愈演愈烈，各大城市街头经常能看到风俗女工作的场景。这不但增加了暴力行为的风险，同时也有损城市形象。针对这一情况，意大利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移民法案，取消街上的外国女子的居留证，并且将她们遣返回国。同时，意大利对街头女性工作者也推出了新的措施，严厉禁止明目张胆的揽客行为，同时要求她们必须穿上醒目的安全夹克和条纹长裤，以便驾驶员能够轻易地看到她们，避免发生道路安全事故。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将会被处以500欧元的罚款，处罚可以说相当严厉。虽然有着不少的限制，意大利的风俗行业依旧发展到了不小的规模。据统计，意大利目前有7万名相关从业女性，每年接待的顾客人数超过了900万，每年可创造250亿欧元的交易额。也因此，意大利正考虑将风俗行业合法化，这样一来，意味着每年的税收入就能增加上亿欧元。不过，这一提议反对声太大，目前没有实现。还有人建议实行对顾客进行处罚的北欧模式，也因为受到反对，暂时被搁置了。意大利的女性工作者中有65%的人在街头揽客，另外一部分通过酒店、酒吧、俱乐部等场所做生意。该国风俗行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风俗女大多来自国外，比例达到90%，其中俄罗斯、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和摩尔多瓦等国的女性最多，而只有10%的风俗女是意大利本地人。国际女性工作者的增加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这是意大利目前亟待解决的。好了，今天的影片猫也就先讲到这儿了。大家还想了解哪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呢？赶快在下方留言告诉猫爷吧。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